欢迎回到牧师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上集结尾的时候啊，老查亲口说呢，下一集我们要去欧洲去看看那些民族老爷爷们。结果啊，老查呢又食言了哈，我们呢还得插一次队。原因啊很简单，上集啊我们讲到台湾的民主是怎么来的，讲的呢是动机，是土壤。但讲完之后呢，老查越想越觉得还有一件事没交代，因为相信不止一个朋友会困惑，蓝党作为在中国大陆作恶多端的罪党，其留下的卖国教程呢更是数不胜数啊。什么转移资产啦，什么子女移民海外啦，甚至游说老美去轰炸大陆的核设施，自己啊甚至愿意出兵配合，连白宫啊都觉得这提议太疯了。可以说啊，他们发明的这些招数啊，甚至一直影响到如今的党国。然后他怎么就一步步的在台湾完成了民主大转变，成了民主的先锋军？上一集里我们介绍了他的领导人啊在关键的时刻的转变，并且结合了台湾本身地缘政治情况啊，可以说土壤是讲了，但台湾民主那台机器本身它具体长什么样，它哪年出厂的，改装过几次，出过几次大事故，现在开起来到底怎么样呢？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把这台机器彻底拆开，从图纸到试车到上路到今天，一个里程碑一个里程碑的过，好的坏的全部摆上台面。这又是会一集超长的节目，泡杯茶，让我们慢慢来。要说到台湾的民主系统呢，我们要先说说台湾的宪法。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意外啊，台湾今天用的这部宪法不是在台湾写的，它还是1946年在南京制定的。它设计的服务对象呢，是当时号称4万5千万的全中国啊。这里顺嘴插一句啊，4万5千万呢是当年通行的说法，不是精确的统计，而实际人口那时候呢，可能已经逼近5亿了。然后呢，这部宪法在它的原厂环境里，也就是中国大陆正常运行了多久呢？不到1年。之后呢，它就被打上补丁，盖上盖子，跟着一个败退的政权呢，飘到了一座岛上。在这座他从来没打算专门服务的岛上，他跑到了今天70多年了。可能还有朋友马上就要问啊，你跑了70多年，这部1946年的宪法今天还剩多少原装货啊？是不是早就已经被架空了呢？成了一块摆着看的冻肉？老查呢专门拿着现行的条文啊，一条一条数了一遍，答案比大家想的有意思的多。宪法本文呢175条，到今天啊一个字没改过。但后来打的补丁，也就是增修条文呢，明文冻结或者取代的其中有40多条，大约1/4。冻掉的主要是哪些啊？几乎全是权力机器。总统怎么产生的？行政院长怎么任命？国会怎么选？省长选是不选？这套动力系统啊，今天跑的全是补丁。1946年的发动机一个缸都没再烧。那么剩下的3/4呢？还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最典型的是人民权利那一章，从第7条到24条，18个条文啊，一字未动，全部有效。而且它还是这部宪法最忙的那个部分。台湾人今天结婚、说话、打官司抬出来的宪法依据啊，就是当年在南京写下的原文。譬如2017年大法官判同性婚姻合法那个案子，用的就是1946年的第7条和第22条。还有一个更狠的，宪法的第37条啊，行政院长的附属权原装条文呢，就在去年年底，这个快80岁的条款啊，还在台湾最新一轮的宪政危机里啊，实打实的又火了一把。这个事情呢，我们后面还会说啊，这里呢我们先按下不表。所以这部宪法的真实状态呢，它不是冻肉，它是一台发动机全换过，但底盘还是原装的车。对了，这里啊再送大家一个冷知识啊，这部台湾现行的宪法里，到今天还留着2条条文，一个讲的是西藏自治，一个讲的是蒙古门旗自治。没人废它，没人用它，也没人敢碰它，它就这么静静的在条文里躺了70多年。所以大家说这台车魔幻不魔幻？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案例了。一部为4亿多人设计的宪法，最后呢在2300万人身上运行。这就好比啊，给远洋货轮画了个图纸，最后呢造出一条渔船，而且这条渔船还真的能开。台湾民主的一切故事，好的坏的，几乎啊都从这件事里长出来。所以老查今天呢先把这一集的主线啊，一句话放在这里：台湾民主的制度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被改装出来的。40多年里，一层补丁摞一层补丁，把一台别人的车改装成了自己的车。而每一个补丁的动机都不是理想，是当时当地的权力算计。他今天出的新故障，恰恰呢就是这些补丁开始互相打架了。这句话呢大家先记着，我们最后收工的时候啊还会回来验收。我们先从图纸讲起啊。1946年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12月25号3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1日公布，同年的12月25日实行。细心的朋友们已经发现啊，这里有2个12月25日，
1946年的12月25日通过，1947年的12月25日实行。后来呢，台湾的行宪纪念日也就是12月25日。所以这就有趣了啊，在台湾圣诞节放不放假，历史上呢是跟着宪法走的，不是跟着耶稣走的。而写这部宪法的人，主要起草人啊叫张君迈，他不是个官僚，他是个哲学家，留学德国，研究观念论哲学，同时啊是中国民主社会党的领袖。他被称为中华民国的宪法之父。但这位宪法之父呢，在国民政府和后来的行宪政府里啊，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1948年政府聘他当总统府的资政，他都拒绝就任。一个给整个国家画权力图纸的人，自己一辈子不进这张图纸。你可以说这是文人的风骨，但老查更愿意说啊，这是这部宪法先天体制的一个隐喻。写他的人从一开始就不掌握执行他的权力，他是各方政治势力谈判妥协的产物，一部谁都不能完全满意，但谁都能接受的宪法。这种出身注定他的命硬，也注定了他的命苦。命苦到什么程度大家都知道了。1947年12月25日实行，1948年的4月18号，第一届国民大会就通过了一样东西，叫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5月10号公布实行，算一下，其实宪法正式运行了4个多月就被打上了第一个补丁。而且啊，这还不是一个一般的补丁，它相当于在整个操纵系统上面啊，覆盖安装了一层暂时管理程序。总统的紧急权力不再受宪法本文那些程序的约束，名字里还写着临时2个字。那这个临时存了多久呢？从1948年的5月10号到1991年的5月1号废止，43年，只差9天。一个临时条款活了43年，它比这部宪法在大陆的正常运行时间啊还长了100倍都不止。所以朋友们，以后再看到任何制度里出现临时2个字啊，你都可以想起这个案例。临时往往是最长寿的东西，因为它躲开了正式制度需要的所有检验。然后呢，就是1949年了，5月19号，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布戒严令，5月20日临时生效。这道戒严令解除呢，是1987年的7月15日，38年零56天。上一集我们讲过这38年里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系列节目呢也说了很多次了，这里呢就不再重复了。今天我们只看制度层面一个东西，一个全世界独一份的东西。首先是万年国会，第一届国大代表1947年11月在大陆选出，第一届立法委员1948年1月在大陆选出，应选773席，实际选出759席。顺便说一句啊，同一届的监察委员是各省参议会间接选举出来的，产生方式呢不一样，这个细节啊我们先放着。但这批人跟着国民党来到台湾之后，因为大陆选区沦陷了，所以啊就没办法改选，那怎么办？当时的大法官解释啊，那就先不改选，继续行使职权吧。这一继续到了1991年的12月31日，一个1948年当选的立法委员可以一路当到1991年，整整43年里不用面对一次选举，全世界的议员啊听了都要流泪了。所以这批人在台湾的外号叫做老贼。不过说句公道话，老贼们自己也很委屈啊，他们中的很多人当年在大陆也是真刀真枪选出来的，他们只是被一个体制当成了个标本定在了一席上。定他们的人呢，需要的不是他们这些人，是他们身上的那个东西。什么东西啊？法统。这就是模块1真正的要害啊！我们要用动机系统论来猜一下。大家想一个问题啊，国民党退到台湾实行威权统治，党禁报禁戒严一样不少，那他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个碍事的宪法给废掉，自己再写一部方便的呢？技术上完全做得到呀，一纸命令的事情，但他不能，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在台湾统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就是中华民国这个牌子。他的整套叙事是我代表全中国，我只是临时在台湾，我要反攻大陆。这套叙事的法律载体呢，也就是1946年那部宪法和那批大陆选出来的万年国会。如果宪法废了，法统断了，它就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在台湾了，它就是一个占着台湾的军事集团。所以这部宪法对威权时期的国民党来说啊，是一个不能扔的道具。它不能用，因为真用了它就得开放选举；它又不能扔，因为扔了它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那怎么办？动起来，用临时条款盖住它，用戒严令看住它，用万年国会供着它。它就像一块祖宗牌位，不请示不使用，但香火不能断。这个不能用也不能扔的死结啊，决定了后面40多年里台湾所有的制度演化路径。大家记住这个死结，一部宪法不敢动，动了40年。同一时期对岸在干什么呢？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了一个指示，废除国民党的6法全书。一句话，你的旧法统当然全部得清零。那然后用什么呢？1949年9月29号，政协通过了共同纲领，也是一部临时的宪法。不过对岸这个临时是真的临时，只用了5年。
1954年的9月20号，第一部宪法就出来了。然后呢，1975年换了一部，1978年又换了一部，1982年再换一部，就是现在用的这部。之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一共修了5次。而最著名的2018年那次啊，是删掉了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2届的规定。大家来看看这个对照，台湾那边一部宪法一个字不敢动的文本，只敢在外面贴补丁。而对岸这边呢，整车换了4次，想改哪就改哪。一边呢是宪法绑架了政权，政权只能反过来把宪法给动起来；一边呢是政权驾驭着宪法，宪法成了政权的工作服，脏了呢我就换，小了我就改。那老茶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哪边是更尊重宪法呢？我们也先别急着答，不敢动一个字，那算是尊重吗？那分明是把它当成人质。那随时可以改是不尊重吗？可每次他也都走了程序啊。这个问题比它看起来复杂的多，我们先存着。这个系列最后的大结局的时候呢，我们会一起算总账。今天只记一个事实：1946年之后，海峡两边的中国人对宪法这个东西走出了2条完全相反的路。一边把它变成不能碰的祖宗，一边呢把它变成了随身的工具。而讽刺的是，哪一边的老百姓都够不着它。好，我们继续回到台湾我们来看模块2。这宪法是动起来了，但有个东西没动就是地方选举。1950年4月，行政院颁布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从1950年的8月到1951年的7月，分8期，选出了21位县市长。一般认为呢，第一位民选县长是花莲县的杨宗金，他是什么党籍民社党，就是张君迈那个党。写宪法的人的那个党拿下了第一个民选县长。可惜呢，这差不多是民社党在台湾政治里最后的高光了。那国民党为什么敢开地方选举呢？上集我们讲过动机，讲过安全阀，让你有地方发泄，但不会让你夺权。今天我们只看这个安全阀在机制层面留下了3个遗产，因为呢他们到今天还在用。第一个遗产呢是地方派系，中央不开放，地方开放，结果就是政治能量全部灌进了地方。国民党的玩法是在每个县市扶持2个以上的本地派系，让他们互斗，自己呢当裁判。你不得不说，这招在一开始的时候呢确实有效。而第二个遗产呢是庄脚，选举要动员要靠人一层一层往下铺到村里的意见领袖呢，这就是庄脚系统。第3个遗产叫做买票文化，派系加庄脚，票是可以算的，那可以算，那当然就可以买。所以台湾选举里那些让人皱眉的土味，什么排戏桥事件什么庄脚绑票员出场日期都是1950年代。这是很多讲台湾民主的人不愿意讲的一件事。台湾民主最草根的那部分肌肉是威权体制为了自己方便亲手练出来的。然后是第2个借壳的器官，中央民代的补选，万年国会不能改选，但老贼会老会死，席位会空而且台湾本地人完全没有中央代表，这个也说不过去。所以1969年办了一次增选补选，选出来的人跟老贼一样，也不用改选。1972年开始改成定期改选的增额选举呢，名额呢也放大了。注意这2个词1969年那次叫做增选补选，1972年之后叫做增额。别看名字也差不多性质可不一样，一个是终身制的补人，一个呢是定期考试。这个增额选举本来呢是打算给旧国会输血的补丁，但它也有个副作用，威权政府当年绝对没有算到，他给了反对派一个合法的全岛性的舞台所谓地方选举练兵，增额选举会师，党外这个词就是在这个夹缝里长成了气候。1977年11月19日，中立事件，桃园县长选举开票当天中立国小的投开票所呢被指控作票，上万群众包围警察分局警察呢还开枪，2个年轻人死亡，分局被烧了。最后重新计票，许信良以大约23万票对14万票赢了国民党提名的欧宪瑜。这是战后台湾第一次群众用身体保护选票。动机系统论的语言来说，安全阀他第一次发现泄压孔里有可能会被倒灌。然后呢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事件，高雄。1980年3月18日军法大审开庭，审了9天，8个被告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吴秀莲、陈菊、林鸿轩。这个案子上集我们提过，今天呢我们不讲被告了，我们要讲另外一批人，辩护律师，一共15个。老查点几个名字你感受一下。给黄信介辩护的律师之一叫陈水扁，给姚嘉文辩护的2位，一个叫苏贞昌，一个叫谢长廷。给张俊宏辩护的律师里有一个叫尤清，给林鸿轩辩护的有一个叫张俊雄，
给林英雄辩护的有一个叫江鹏坚，这份名单里藏着后来的一位总统、3位行政院长、民进党的第一任党主席，还有一堆县市长、立法委员。一场军法审判，被告席上坐着党外运动的第一代，辩护席上坐着执政的第二代。国民党想用一场大审吓住反对运动，结果这场大审成了反对运动的黄埔军校，而且还是包分配的这种。这就是模块2的系统总结。威权体制为了自己的安全留了2个器官，地方选举和增额补选。他以为这是安全阀、泄压器，但器官这个东西只要活着，它就会自己长大呀。长着长着，它就不再属于当初安装它的人了，完美符合动机系统论。那么这里有个插嘴时间啊，我们再往对岸看看。现在的朋友们可能很多以为啊，选举这个安全阀是台湾特有的，其实并不是，对岸也短暂的开过一次，而且开的比你想象的还大。1979年7月1日，5届人大2次会议通过新的选举法，1980年实行。2个大变化啊，第一，直接选举从乡镇扩大到县一级；第二，等额选举改成差额选举，候选人必须比名额多。然后呢，1980年的冬天，北京海淀区选人大代表，北大学生啊和研究生单独划成了一个选区，6000多个选民选2个代表。报名竞选的有29个人啊，贴大字报，开答辩会，辩论言论自由，一场答辩会到场1500人。12月11日正式投票，投票率 91.2%， 一个叫胡平的哲学系研究生拿下了3467票，过半，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另一个叫王军涛的人2964票，没过半。1个礼拜后补选还是没过半。第2个代表的名额呢，最后干脆空缺。这里呢，顺便纠正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啊，网上有些文章说啊，王军涛当时也当选了，其实呢并没有啊，他2轮呢都差一点，所以最后啊结果是始终没当选。大家看啊，1980年的北京是真的有过竞选的，有宣言、有辩论、有答辩会，有过半才算数的规矩，庄严的很。这可不是什么魔幻时刻啊，老共一直不是铁板一块，过去不是，今后呢也不会是。那然后呢，1982年的12月，选举法修改，原来法条里写的是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被改成了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候选人。大家请注意这手术的精细程度啊，他没有禁止竞选，一个禁止都没写，他只是把宣传改成了介绍，把各种形式改成了小组会议之上。自由竞选这个事情，法律依据是没有了，但法律上呢，也不存在一条禁令让你去抗议。这一道的刀工啊，大家可以自己去品一品啊。同一个安全阀，台湾那边越开越大，开出了党外，开出了中立事件，最后开出了一个反对党。对岸这边试了一次，发现泄压孔里啊真的会倒灌，然后呢不动声色的把孔径调小，调到只剩装饰的功能了。2个系统都很理性，差别在于一个系统当时已经快压不住了，压得住的时候的选择和压不住时候的选择，他们啊从来不是道德的选择，是动机系统的选择。这个呢我们上集已经讲透了，不再展开。我们继续回到台湾来看模块3。然而不久之后，机器要大修了。1980年9月28日，台北圆山大饭店，132个党外人士开会，本来是选举协调会议，开着开着，有人啊就提议，干脆今天就组党吧。下午6点06分，费希平宣布民主进步党成立。这时候啊，党禁还没解除啊，组党在法律上是可以被抓人的，但国民党没动手。至于为什么没动手，我们之前呢已经猜过了，这里呢就跳过。1987年的7月15日解严，1988年1月1日报禁解除，1988年1月13日下午3点55分，蒋经国去世。当天晚上8点08分，李登辉宣誓继任总统，从死亡到继任4个小时零13分钟。这个速度本身啊就是一个政治信号啊，权力交接没有留出任何可以被争夺的真空。李登辉的动机结构，我们的系列节目里呢已经讲了很多了，今天呢就不再重复了。今天我们只是跟着制度走一回。李登辉接手的是一台什么状态的机器呢？宪法被临时条约盖着，国会里坐着一批平均年龄80岁上下的万年代表，反对党已经成立，街头运动一年比一年热。这台机器的问题在于啊，你不能停机检修，政权要连续，社会要运转，对岸还在虎视眈眈的看着。所以接下来的10年，台湾干的事情用工程语言来说叫做热更新，系统不停机，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的换。第一个要拆的部件就是万年国会。这个雷怎么拆呢？很有意思，它肯定不能靠街头去拆，而是靠法院来拆，但却是街头先给了压力。1990年的3月16日到22日，野百合学运，大家呢先记住这个时间啊，几千个大学生，最多时候将近6000人，静坐在中正纪念堂的广场，4个诉求：
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事会议，拟定政经改革时间表，6天和平收场。李登辉在总统府接见学生代表，答应召开国事会议。6月28日，国事会议真的开了，地点还是圆山大饭店。台湾很多大事都在这个饭店发生啊。他要是自己能说话，可以给自己开个频道了。然后呢，真正的拆弹动作就来了。1990年6月21日，大法官公布释字第261号解释，内容只有一句话：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必须在1991年12月31号之前全部终止行使职权。翻译一下就是老贼们，法院给了你们定了退休日。那这个释宪案是谁申请的呢？他是一批增额立法委员，领头的名单里有一个当时的年轻立委，他叫做陈水扁。没想到吧，又是他。10年之后他当总统，一个未来的总统用法律程序送走了上一个时代的整个国会。这个案子在比较政治学里是个宝贝啊。多少国家的转型卡就卡在旧势力的既得席位上，最后要么政变，要么内战。台湾的解法是大法官开会写一篇解释文，一篇文章送走一个时代。当然了，当时配套的还有优厚的退职金啊。老贼们呢不是被赶走的，是被赎走的。体面这个东西在转型里面不是虚荣是润滑剂。1991年4月30日，李登辉发布总统令，5月1号零时起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同日废止。那个活了43年的临时终于死了。这件事呢，其实还有一个很严重被低估的法律后果，很多人都没有提过。终止动员戡乱等于中华民国单方面宣布内战结束了。那问题来了，内战结束了，那对面那个政权算什么呢？以前呢他是叛乱团体现在戡乱时期也结束了，他不是叛军了，那他是什么呢？台湾的宪法里没说，也没法说，增修条文给了个模糊的说法，叫做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这就有意思了，对岸是另外一个政权管制的地方，它呢叫做地区。这个模糊不是疏忽，它是刻意的，说清楚了两边都要出大事。而这个模糊也一直用到了今天，而且看起来还要继续用下去。而且呢，上节我们也说过了，冻结是双向的，这就是那个冻结的法律接口。再然后呢，就是修宪了。从1991年到2005年，台湾一共修了7次宪，请注意全部是增修条文，宪法本文到今天一个字没动过。为什么不动呢？模块1里我们也讲了，它是个祖宗牌位嘛。第一次修宪是1991年5月，程序修宪，给新国会的产生方式呢立法源。第二次修宪是1992年5月，实质的修宪，总统改由自由地区人民选举产生。请注意，是自由地区人民选举产生，和对面的大陆地区没有关系。任期6年改4年，省市长开放民选。1991年12月，第二届国大代表选出。1992年的12月19日，立法院全面改选。从这一天起，台湾的国会每一个席位都来自于现实的选票，而不是历史的记忆了。对了，这里补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冷知识台湾本岛1987年就解严了，而金门马祖呢，他到了1992年的10月7日才解除戒严，终止他的战地政务。外岛比本岛多戒严了5年多。从1956年算起，金门人在战地政务体制下生活了36年。台湾都开始选省长了，金门呢还在军管当中这是一个系统的解冻时刻最外面的省兵呢反而是最后画的。1994年12月3日，省长和直辖市长直选，台湾省长宋楚瑜得票率6%，赢了民进党的陈定南。这个名字大家先记住4年之后呢，他还有个大戏。台湾市长选举更精彩，3强对决，民进党陈水扁 43.7% 当选，新党赵少康 30.2%， 国民党现任市长黄大洲 25.9%。 大家看出门道了吗？蓝营分裂，绿营捡漏，4×3的得票率拿下了首都。这个剧本2000年会在总统大选原样重演一遍，我们呢马上就会讲到。然后呢就是压轴大戏了。1996年3月23日，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对岸送来了什么贺礼大家都知道了。1995年7月，第一波导弹试射，弹着点呢在台湾最北端富贵角以北的海域。1996年3月8日，第二波导弹落在了高雄外海和基隆外海，等于台湾的南北各打一发，夹着你打的。美国也派了2个航母战斗群过来。选举照常举行，李登辉配连战 54% 当选。我们之前也说过，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导弹呢帮李登辉多拿了好几个百分点的票。这个数字没法核实了，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不引用了。但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观察到的，在导弹的阴影下，投票率是 76% 左右，秩序井然。第一次总统直选就是在军事威胁下完成的。这台改装了快10年的机器，第一次全负荷路试，路况是全世界最差那种，但是它跑了下来。
从1987年到1996年，快10年，台湾完成了戒严、开放党禁报禁、送走万年国会、废除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进、省市长直选、总统直选，每一步都没有流血，每一步都没有法律文件。这10年台湾是政治工程学上的一个奇观。但老查要提醒一句别急着感动这10年里的每个动作，你都能找到那个不得不做的算计。李登辉需要直选来绕开党内天花板，上集呢我们已经说过了。国民党需要修宪来维持法统的连续性，老贼需要退休金来体面下车，连大法官出手都是因为政治部门自己搞不定了，把烫手山芋递给了法院。没有一个人是为了民主而民主的，是所有人的算计正好咬合在了一起，输出的结果呢叫做民主化。这是动机系统论最想让大家看清的一个画面。好系统的标志不是里面全是好人，是它能让一群各怀鬼胎的人在互相算计中把系统呢往前推。好，这部分节目最后一次插嘴这次的对照呢是很多朋友心里可能早就憋着那个问题了。1990年3月，野百合广场学生静坐，往前倒9个月，也就是1989年的6月，另一个广场另一批学生，同样是学生，同样是广场，为什么结局差了一个世界呢？最偷懒的答案是李登辉是好人，邓小平是坏人。但老查的频道不会批发这种答案，我们呢只看结构。第一个结构差异，学生的诉求方向。野百合的4大诉求呢是解散国大、废临时条款、开国事会议、定改革时间表。大家仔细看这4条呢，条条都是李登辉总统想干的事。当时的李登辉正在跟党内的一些主流流派们缠斗，军头和老陈呢都不服他。学生在广场呢喊的每一句都是在给他递刀所以对李登辉来说，广场不是威胁，是杠杆。他见学生答应诉求，转头呢就用民意当筹码压住了党内的对手。而1989年的这个广场，诉求指向的是体制本身的权力垄断，那不是给任何人递刀那是要收走整套刀具。而第二个结构差异呢是系统的位置。1990年的国民党已经在退了，检严解了，党禁开了，他在管理撤退，学生是在退一扇已经开了缝的门。而1989年的对岸，改革派和保守派正在决战，门不但没开缝，门后面顶着的是整个政权的生死判断而第三个结构差异呢是最冷的一个，其实两岸曾经真的同步过。1987年蒋经国解严那一年，对岸开了个13大，赵紫阳做报告政治体制改革整整一个章节党政分开是排在第一条的，还有一个词叫做社会协商对话。1987年的时候，海峡两边是同时在谈政治改革的，这不是老查的修辞是白纸黑字的会议文件。然后呢1989年一边呢是急刹车，人下车了，方案锁抽屉了，党政分开这4个字从此在党代会的报告里永远消失。而另一边1990年继续往前开，9个月2个广场，分叉的不是民族性，不是文化，是2台机器当时各自的状态、位置和刹车片的温度。同样的学生在一台正在减速开门的机器面前是助力，在一台正在全力保命的机器面前那是威胁。机器不同，学生的下场就不同。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很冷，但它比什么好人坏人的故事更接近真实。好，中场休息一下今天呢讲了3个模块后面呢还有3个模块，精彩要继续和大家分享。欢迎你关注摸石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